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小虎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时事评论黄忠老师。大家晚安。好，那从昨天周刊报道，柯文哲主席是不是除了那个 USB 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硬碟剩货？有没有8张的所谓的巨额支票一些银本？这2天好，你会看到相关新闻一直不断的在发酵。今天北检第10度传讯了提讯了柯文哲。除了这个以外，包括李文娟木可的负责人李文娟也传讯了。那所有这些，而且柯文哲主席今天除了到那以外，还到了廉政署去约谈。这所有一些过程，包括今天媒体甚或直接用这样一个字眼：柯文哲案，北检拼下周侦结。下周要侦结了吗？如果照时间算，而且这个案子的整个复杂度，下周侦结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的检座是不是应该已经开始要分头，要开始在写所谓的起诉书？因为如果有没有涉及图利的问题，有没有涉及到包括收贿的一些问题，甚或财产人不明，那都会在一并做这样一些的处理吗？可是让大家最好奇的是，那如果相应对起来的话，起诉书出来以后，跟这一段期间所有的一些的报道，是不是我们一般用若合符节？对，就是差不多。是相同一些的意思吗？那里头又会凸显出什么样一些你不知道的故事呢？不过对于包括硬碟啦，包括柯文哲主席的一些身体状况，今天在提讯的过程，黄章总召他们也有表达一些相关的看法，先让你听一下。来，就这样的我还发现他们到我家，你知道把我们的 USB 啊，还有那个 USB disk 就硬碟，还到我们那个办公室，你知道把我们几乎所有那些主要的。我们叫那种不管是硬碟、USB 是全部收走去。我知道他们应该很动用所有力量，都在研读那些电脑里面的资料。延压到现在，请问你们还要压多久？我们跟他没有办法去看他，没有办法跟他交谈，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想法，然后北检却放任。外面的特定的媒体莫名其妙，一天到晚在伤害他，当事人连讲话的机会跟权利都没有。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他，我们大家也很担心主席的身心状况。好，任俊，刚才为什么要放柯文哲主席在第一次那时候要声押的时候，结果是无保请回嘛？他后来不是在媒体上面讲了一段那些话，大家才开始注意到，原来他那时候就有讲 USB 硬碟，是，只是 USB 硬碟2个是不是摆在一起讲？大家都以为那是同样东西，但是从这2天的周刊里面讲，原来那不是同样的一个东西，而另外在硬碟里面让大家比较觉得瞠目结舌的是，为什么会有8张支票的所谓巨额支票的银本？大家就讲。谁会去？如果有任何不法的事，谁会去用支票摆在这个里头？好，从昨天开始就一路上有很多人在分析，有各种不同一些模式这些。而今天每次到了年底，你知道，大家就会去找年度关键字嘛，到底会是什么？今年年度关键字叫贪，看起来有特别的含义哈。是，我先讲就是说北检现在看起来在侦办柯文哲案子里面确实套用一首流行歌曲，叫做你所不知道的事。因为现在看起来说这个硬碟是在什么时候收到的？当天第一次去搜索柯文哲家，也就是柯文哲神秘消失那1个小时，到底是在干嘛？不知道因为来来去去一下睡着一下，什么上厕所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后来到柯文哲一直到下楼的时候，跟大家讲说，这是史上第一次党主席的家，在野党主席的家，在野党的办公室被搜索叭叭叭的时候，那个时间点，那一个所谓的硬碟就收走了。是。这个5个大律师就是当检联不管任何一个检调到你家去搜索之后，搜索到的任何的物品，一定要给你1张清单，而且是当下就要确认，否则我开玩笑，我隔个3天不好意思从你家搜出一个什么，这不是我的啊。他怕你栽赃，所以柯文哲在当下不管他记不记得那个 USB 那个硬碟到底放在什么地方，还是里面有没有资料。在当检调要带走那些东西的时候，柯文哲当下一定知情。所以柯文哲才会那时候讲的时候就是 USB 在讲硬碟。我发现其实不是我们多数人没有注意到
连民众党都没有注意到有一颗硬碟被拿走了。所以那个在过程当中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听到他们都是在讲说，你那 USB 就是在编故事，你们就是科幻小说，叭叭叭叭叭叭叭的。黄国昌刚刚讲的对，这一段时间你们没有机会跟柯文哲说话，还好你没有机会跟他说话。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对柯文哲来讲，你看哦，刚刚提到说是不是力拼下个礼拜侦结，我不敢说，但我认为检方现在在写起诉书没有问题。什么时候会告诉你？今天周刊的新闻什么时候会告诉你讲说，我跟你讲哦，他找到了一个硬碟，而且这个硬碟放在家里不起眼的角落，还告诉你那个硬碟是什么厂牌，对，什么颜色，什么深色的创建厂牌，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们是胡掰的，对吧？一定有这个硬碟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东西要写在那里面？大概只有起诉书吧。我很难理解，就是放新闻，如果是今天真的刻意放新闻，那我还告诉你，我跟你讲，他那个在什么地方，巴拉巴拉巴拉，而且还为之一愣。就那个太细了啦，为之一愣，那个当然不会出现在起诉书里面，不会记在里面啊。但是里面却提到了一句话说，检方其实已经查清楚了那个里面的8张支票，包含到他的去向，然后包含他的支领或什么的，他查了。所以我刚刚讲说，北检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事。也就他在整个侦办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有一些可能媒体他写的也不知道真的或是假的，但最少对于检方来说，最致命的武器没有告诉大家。因为很简单嘛，你现在回来看那一个所谓的已经告诉你厂牌颜色的那一颗行动硬碟，里面有3个档案。这3个档案在过去 USB 里面只有一个叫做工作部，但这次没有，这次告诉你里面有3个档案，一个是工作部，一个是政治现金，另外一个叫做支票影像档。这就是最奇怪的了一般我们如果真的有收到支票你这个支票拿了去银行，顶多后面那个拒领连那个谁，我就签个名，就支票就拿走了。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去把那个因为他那个看起来8张的那个支票里面，那个支票有照相拍下来的那也有什么，也有这个 scan 下来的以前有些人有收集发票收集什么的习惯，你总不会觉得柯文哲有收集支票的习惯，尤其是收集跟自己无关的支票，很难理解吧？我不会去收藏敏凤的支票，不会去收藏将军的支票，因为那是他们开支票，你不用收藏。OK， 骑着撇清必有。没有支票你不用收藏。不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大家会觉得，就是说，那他一定会跟柯文哲直接有相关嘛，或者最少是这件事情他在乎嘛。所以而且支票这个东西是非常好去查证的非常好去查证。这就是大家没办法理解的。第一个，你讲的对，跟你无关的支票，谁没事会把它留在那个里头？而且如果这样留，那个里头的支票档应该有成千上万张吧？如果跟你无关的，是一定是跟自己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真的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假设真的有任何涉及到非法的事，有人就讲，谁会用支票啊？支票是最容易找到金流来源去向的东西的，谁会把它摆在那还拍给你？当然你说前面也有人讲。那个 USB 写的那些什么小沈150也没有人这样干是啊，但是柯文哲，但支票还是很怪啊，所以这2天才会有包括在昨天的时候，活化石上次他们就会讲说他的经验也没看过有人这样干，可是支票有没有就是不见得就是我是要拿去兑现的或什么，它有可能是拿来当做你在我手上有这样的东西，以后我再拿回去，你把钱给我一种。或是不是别人的支票之间再透过别人给你这些很多一些模式，是那当然就大家都只能想象，只是再怎么样还是回到那句话，现金如果真的有任何非法，是现金不是最好的东西吗？对啊，但问题是你刚刚的那个疑问一开始我们也有啊，对啊，包含到那个时候这个在查这个政治现金的时候，不是说也有捐献的这个财团或什么，他们也很错愕，通常只有捐钱的在记账，哪有收钱的在记账？是啊。阿贝就是喜欢记账怎么样？但是支票这件事情事实上它当然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啦，是不是就是说不方便给钱或什么？但我们也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其实是领的，搞不好不是柯文哲本人。对不对？我可能对不起我可能找这个义中去领这个票其实开给的是义中，那义中去领了，我怎么知道那笔钱是我的？总有个证明嘛，就说义中那个拿一个挖这钱这个以后就是你去跟义中拿我总要有个凭证嘛，不然义中会搞不好他会说哪有没有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有太多种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在过去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就是说。
第一个不收钱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奇怪的东西。当然，好，我讲得很白哦，对不起哦，对因为有一个叫做谢国良的200万，到今天为止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啊。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辩驳的事情了哦。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柯文哲的这些枝枝节节的这一些账加起来，好，他现在金额告诉你说已经到了逾亿元。好，那逾就是超过1亿的意思嘛啊。那你今天讲说这8张支票如果跟柯文哲没有正相关，我也讲实话。当今天媒体写说这个我已经查清楚了流向或者什么，把它归类在柯文哲的不法所得里面的时候，周刊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啊。所以我就回来看哦，今天这个柯文哲再度被提讯嘛，那大家就讲说他这个什么有被提讯啊，然后说什么顶着白发啊，对，他头发怎么突然变白了？不知道，上次不是说里面会变黑吗？怎么今天又变白了？我也不知道啊。但现在问题回来就是说。柯文哲看起来他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他越来越减少讲话。但现在问题回来就是说，柯文哲看起来他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他越来越减少讲话。包含到那8张支票，按照媒体的报道说，当检方把证据摊开在他面前的时候，柯文哲先是一愣，随后说我不想谈这个。这个有没有跟上次在这个检方要找他去问话的时候，他一样是倒头就睡？那一次，我倒头就睡，然后我不为难你们看起来有异曲同工之妙。柯文哲就讲的越讲越少，但是他身边的人就越讲越多。就像陈佩琪，他每一次就出来又告诉你讲说，哇，我这个盖了多少章啊，什么，怎么会到最后我就是一个名义上的负责人，签一个公展文，然后你们大家就入我于罪。我老实讲哦，这个我提过，我说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柯文哲推给邵秀佩是一样的状况啦啊。柯文哲也说那么多人盖章，为什么是邵秀佩？他觉得要不要去？但我只是觉得就是说，为了帮柯文哲辩护无罪，台北市市长这个职务现在已经被辩护成为叫做就是一个名义上的负责人而已。你怎么会把木可公司那一套拿来啊？木可公司李文娟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啊，实际搞事的不是他。你现在变成是我们柯文哲也是名义上的负责人，然后台北市长其实他就是名义上的，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那代表什么？我有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啦。其实他们也就讲一件事情，说这个话其实对柯文哲的司法判定是一件事，但对公务人员很伤。也就是说，我今天居然说我今天把公文给市长看或是什么，居然变成是我有可能变在构陷市长于不义我这帽子也太大了吧？那以后谁敢跟你做事情啊？最少现在看起来，检方手上所有的证据。一定超过媒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报道的东西啊。OK， 是不是各方大家都在等起诉书那出来？那内容那到底会是怎么样？会是让大家觉得说那里面的东西真的会像朱慧荣那天在节目里面突然蹦出来说死定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还是那里面也会让大家觉得有很多的一些还带补强的东西，会是这样吗？可是光这一个所谓的硬碟里的东西，将军这2天大家都在拆解那个支票，对，甚或我看到媒体里面有就各方大家在看，连那个包括什么 L 先生，甚或这些姓氏什么，这是怎么蹦出来的？这其实这个8张支票，我甚至觉得不止8张了只是这8张可能比较他讲巨额争议或者巨额对，我觉得应该不止8张。这支票到底是谁开的重要，还是给谁的重要？我觉得先找谁开的会比较快了。因为给谁的，他如果上面写的不是柯文哲，是别人，那可能好几个人，8张支票可能8个人。那么扫描下来，可能是为了要去跟他要，或者是知道钱在你那，反正一定有个意义。谁开的很重要。那现在跟金流有关的3个争议的人，一个橘子，一个 C 先生，一个 L 先生。那很明白的 ，C 跟橘子，他们不是给钱的人，他们是收钱的人。一个是账房，一个是小账房，一个是负责收钱。反正 C 跟橘子绝对不是负责给钱的人。那看来这位 L 先生极有可能他是支付的人，是把这个支票开出去的人，或者是这8张甚至更多支票里面其中的1、2张重要关键开立的人。那这 L 先生会是谁呢？我们再去做删一删。沈庆京应该是金华城里面最主要的关系人，最主要关系人。那沈庆京曾经跟谁在账务上
有来往，大家可以想想看嘛。对，曾经借过某个人的钱，在这个澳门的赌场开过一张20亿的支票，对不对？那这位英文名字开头是不是 L？ 哎呀，正巧就是 L， 那是不是他呢？对，那但是有一个重点了，橘子也好 ，C 先生也好 ，L 先生也好，目前都找不到，都找不到。如果检方可以传得来，那根本不用什么 LC 橘子，不用这个传了嘛，直接找就好了嘛。是谁有问题叫来，到检察官这边来厘清，搞清楚，是还你清白，不是该怎么办？该变被告，该羁押就羁押。表示这3个人是找不到的。所以说C 先生找不到，橘子找不到，那 L 先生到目前为止也找不到。那找不到又跟沈庆金有关，然后呢又跟柯文哲有关。又跟某个重大的场所有关，大家不难厘清了吧？对，不难厘清了。那最主要是他到现在还找不到，还没有出面嘛。这个 L 先生到现在还没有出面。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那么检调知不知道是谁？绝对知道，绝对知道，因为那个开票出来的有单位，单位就有负责人。那不可能我拿康仁俊的票来开吧？对不对？这个开了不变巴拉票了，对不对？那我拿仁俊的票来开再多也没用啊，不是我的啊。所以只要有这张票的扫描影印档，你绝对抓得出这一张票据最后的原始负责人是谁。张俊，你刚刚讲的那个对，就我为什么一直在觉得说那个支票很难想象支票会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就像你说的，第一个支票上面一定会有发票，你一定找得到谁发的。对。那至于说他的钱呢，不管有没有经过背书啦或什么这些东西，你是很容易查得出来的。查得到。就算到最后金流到了哪一个户头，检方一定就会到那个户头去查，把那个人也调来说这个户头的钱到底你有没有再转其他的一些支出或什么这些。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只要你假设我们真的像周刊讲的，有那个硬碟里面的8张支票巨额支票影本，只要有那个检方绝对就找得到后面到底，绝对找得到。所以大家现在就在讲说，那这样的话是直接支付、间接支付，还是透过别人或什么？可是我还是回到那句话，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柯文哲来讲，如果真的有这个，那颗硬碟不是比命还重要？比命还重要。那为什么就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然后感觉上也没有刻意要藏在什么地方，这我如果是检调我去搜，我也会觉得，这会不会是对随便摆的一个玩意儿？对，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一般我在节目跟观众们讲过，对，人就刚刚讲，一般他们全部收完以后，那会告诉你我带走了什么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回去。柯文哲主席刚才在镜头前面一开始讲的那段话是对的，不是柯主席，不是只有你这个案子他们是这样。每一个案子，我如果收到一个 USB， 收到一个硬碟，而且是一个重大案子，我会不倾尽全力去破解这里头的东西吗？他会不会要去说故事？我不知道，但他一定尽全力去破解里的东西。当然，然后去里面找有没有相关的。然后我上次也在节目里讲过，第一批他们会先把最容易筛检的大概都筛过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通知你说，你可以带回去拿一些东西，因为那些一看就知道没有用的。对，这里面一看就只知道，只是要去吃饭的发票。好，那算了，这只是什么？然后后面那些，尤其像 USB 硬碟那些，肯定花所有的功夫下去。当然，所以我就讲说，那个支票，柯文哲也不能拿它当一回事啊。为什么？他应该是当一回事。这么那就随便摆。不，因为漏掉了。绝对是漏掉了。因为柯文哲应该不止一个硬碟，不止一个硬碟，有好几个，那个说不定是比较早期的，可能是2022年或者2022年之前的。他们讲说上一次在那上面的记录看起来是去年12月。对，我觉得应该是漏掉，他有好几个，他把比较记忆深刻的都收了，那个真的是漏了。这8张是谁给他的？然后呢？要给谁的？一个是谁给的，一个是给谁的？我觉得这次才连接了起来。那可是，这段时间陈佩琪为什么跳起来了？我觉得陈佩琪在转变哦。他刚开始是说，我老公绝对没罪，我相信检调会还他一个清白。刚开始一直这样讲，现在改成什么？难道写一个公展文就有罪吗？难道这样就可以定人于罪吗？我要活着看到绿营政府垮台。我觉得不要讲这么悲情了哈，你一定可以看到起诉书了。对。那至于看不看得到垮台，我觉得不是谁垮不垮台，你要的应该是真相吧。你如果绿的垮台了，你老公还是被判，你也没得到真相啊。因为好，我们就单拿陈佩琪讲这段话，就签一个公展文，然后就入人一罪，就要判这么重吗？但所有的过程，好吧，但最起码
如果陈佩琪知道中间过程有这么多金钱的往来，别的没有被证实的我都不讲。谢国良那200，那是被证实的吧？证实。陈佩琪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件事？朱雅虎也讲了。对，我的意思说，不是只有龚展维一件事啊。那有很多其他的事，我们不能把思绪片段成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把它整个看起来，看整个一起串起来看。但如果真的串起来看到现在，元之有没有想到过8个支票，然后所有这些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我真的没有了，因为柯文哲以前人设就是他跟财产关系很干净，刀叉吃人肉的财团，对，只要有政商关系，就是拿着刀叉吃人肉，就是比较文雅的，但是还是在吃人肉，就是去凸显说他跟那些财团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你看他现在爆出来的，本来说是有8大金库嘛。然后现在又多加一个，就是行动硬碟。那行动硬碟又自己有另外一个宇宙啊，它有8个，它有3个 folder， 然后里面又有8张支票。我觉得真的是蛮难想象的啊，真的蛮难想象。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说那个支票的部分，我是觉得不晓得他到底是开给谁，因为理论上来讲，这个支票很容易追查。刚刚将军也有讲了，那除非是说它上面没有抬头。那没有抬头，假设他拿这个支票去跟比如说地下钱庄转钱啊，或者是转好几手，也许查不到。可是问题是，他把它扫在他的硬碟里面，那检方就可以根据他的支票的影像，最后去追到那个钱在哪里。如果他没有收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说不定还追不到。但是现在就追到，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就看了。那以那个周刊的报道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柯文哲比较有杀伤力的，主要还是金华城案嘛，因为其他他都可以讲说这是政治陷阱。那金华城案杀伤力最大，但周刊的报道是说，现在是朱雅虎是关键证人，朱雅虎有讲说有210万是钱金，然后另外说1500万可能也是相关，然后另外又提到就是周刊说还有2000万。但他没有讲说这2000万到底是在这个9大金库里面哪一笔没有提到，然后有提到，就是朱雅虎有提到说，老板有用其他的方式给钱。朱雅虎有提到说，老板有用其他的方式给钱。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指金华城？如果说有一个证据。朱雅虎讲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金华城容积率，然后说容积没有这些钱，容积率就不会提高，那柯文哲就死定了，这就死定了。但如果没有的话，那柯文哲可能还有一点模糊的空间。那第二个，我昨天那个周刊的东西，我个人看了之后，因为金流这实在太复杂，我没有去研究，但是我是对那个柯文哲要不要透过蔡正元透过罗廷伟去联系蔡正元这件事情，我是比较好奇啊，因为我的罗廷伟。我没有问罗廷，因为罗廷后来自己就有在我们的群组里面解释，他说他去年根本不认识不认识柯文哲，也不认识蔡正元。那我是直觉想到是柯文哲跟蔡正元其实很熟啦，他要联络，他真的不需要透过罗廷伟。那所以这个事情绝对是一个误会。那昨天巧芯是有出来解释，但巧芯的解释我也有点不太懂。巧芯的解释是说，柯文哲有2只手机比如说 A 机跟 B 机，然后柯文哲把他的 B 手机在 A 手机里面设定为罗廷伟。所以检方后来还原之后，就误以为说是柯文哲传讯息给罗廷伟，实际上柯文哲然后罗廷伟再传给蔡正元，实际上就是柯文哲传给蔡正元。但这个我不是很懂啊，我觉得如果有3C 专家的话，可以来解释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在自己的 A 手机里面把 B 手机设定为另外一个人名字，然后最后会被误会成说是另外一个人，你先传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传给另外一个人，这个其实我跟很多人讨论过，大家都不太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啦。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周刊讲那个蔡正元那一段就是错的。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反正最后起诉也快出来，就像仁俊哥哥讲的，那个记者一定可能就是偷看到起诉书啦，所以才会写出那个新闻嘛，否则不会说连那个随身碟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然后什么这种细节都会，可能就是偷看到起诉书，或者是有人把起诉书给记者看，然后他写的，那可能起诉书已经写好了，所以我觉得在几天这全部东西都会真相大白了。你觉得柯文哲的人设是不是完全破掉？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跟钱的这部分是完全破掉，对，因为之前他都是常常在说他绝对不会贪污啊，他绝对他跟企业绝对是很干净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没有的。明凤，其实从时间来算也可以算得出来啊，
因为你看，像譬如说，应小薇他们的那个生涯那个积压的时间，最多到12月大概20几号。20几号，其实你如果讲说是在下礼拜的话，下礼拜也已经到20左右了，所以差不多算时间。如果真的到下礼拜你说要侦结的话，那起诉现在一定在写嘛，因为那个内容不是我一天坐下来跟写一篇文章就结束了，你还要把所有的证据资料全部都要弄。现在看起来的话，这起诉书，大家寄望等于是应该讲各方现在都瞩目的就是这份起诉书，你出来能够写到能够说服大家到什么程度？现在就这样。对，那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可能会几百页啦，因为它有5大案嘛。那可是5大案里面，它好像还有查别的东西。那可是问题就是说，然后这次又是所谓的最华丽的检察官组嘛，就是北检的端股是专门办那个大案子的，譬如说三中案跟私烟案，跟2020的立委集体什么收贿案什么东西的。那里面的中组又是就是专办长官，他里面写长官就是大人物嘛，然后还有贪污案嘛。那这几个人就是由江真瑜带队，那这几个人都是所谓的，都曾经那个非常有辉煌的成绩啊，像那个江真瑜他就办过黄世明的泄密案，然后中信金内湖购地案，还有兆丰金控的这个弊案等等，然后有一个叫林俊也是这个什么交易所的这个19亿的这个违规的案子，然后这个一个叫黄婉君的，他办过基泰建设的吸金案，那其中最受人家注目就是陈文景，陈文景就是办这个所谓 S 王牌交易所的地下洗钱案，他就是跟这个去世的那位陈梅惠是差不多一样，都是办那个特殊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高手破解这些东西。那现在就说，那你写出来，当然啊，大家都很担心几百页怎么看得完啊？可是依照过去的经验，他检方应该会有一个所谓的简版、简略版，然后写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这样子。那大家就是慢慢再去细品。但是问题是你从昨天周刊透露出来的讯息啊，我觉得东西到底会是怎么样？我觉得有点，第一个就是说，他第一个并没有查到所谓柯文哲跟沈庆之间收贿的账册，对，这点的话，这点你没有收到，那这个起诉书里面，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明细的这个写啊。那他现在靠的都是靠朱雅虎的说法，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行贿的金额不是这些，然后办公室市长室，你一直问的市长室收钱，这个就是朱雅虎证实的，这是朱雅虎讲的嘛。然后朱雅虎还讲说，真正行贿的总额显然不止这些。那现在你又没有查到账册，那所以说真正柯文哲从陈进基那边到底拿了多少钱，然后你橘子又在外面。这点东西，如果明天这个下礼拜的起诉书没有办法交代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悬案嘛。你看那个黄国昌那边凶巴巴的在跟你讲，就是看准了你昨天6点的东西有一些缺陷，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柯文哲也不认。柯文哲今天是最后答辩出来的时候，本来上囚车好像一面苦脸的样子，然后可是问一下囚车的时候，突然就一抹又神秘的微笑了，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是不是觉得说，我又没有讲了，我看你没有查到什么鬼东西了，所以这个东西起诉书就是变成一个，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他问了非常多的人，有些人是。就是不是要求不具名的，所以说他约谈的人比我们台面上看到的人要多更多。多得多。昨天来宾讲说，光台北市都发局，我们又去问了大概60个人，前后加起来，对60人次这样。对，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约超过500人也是也未可知啊。然后那8张支票，如果你是台支付款的，那你就可能用台支。就是没有，就是那等于是台支等于现金，就是等于现金，台支等于现金呢。对啊，就等于现金呢。那你就是如果说刚刚我先讲一下，台支票是像台湾银行保证支付的票，它相当于是现金呢。是，所以你要先一笔钱给台湾银行，然后台湾银行就交给一个合库嘛，大家都猜是合库，因为他们家就是常常用合库啊，然后那你就查到后面领的钱，你才知道是谁啊。我那怎么就是现金嘛？
对，所以说你这八张巨额的支票，一般人我们记者跑那么久，不会有人收贿是拿支票你跑这么久，你告诉我有谁会用支票？没有啊，除了白痴嘛，对不对？才用支票，我支票给你，然后你跟我说什么对价关系？对，然后人家一查就知道。对啊，那如果你是台资就是不用写那些有的没有，就是等有一张的现金哦。但是如果你不照相，后面没有那个去领的人的钱。搞不好真的，可是你照了，他不还你了。他就是问题是他照，问题是他照了。如果他没有照呢？对，这个就是来自于柯文哲的好习惯嘛，自己害自己啊，对不对？这2014年是自己保自己啊，那现在就是自己害自己啊。所以这个东西起诉书到底会长什么样？其实大家还是很有悬疑的啦。因为你从昨天透露出来，就是有表示6点续押，就是表示你这6点是没有办法突破的点嘛。那所以说，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你这6点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你柯文哲，你到了4个月之后，你也出不来啦，也不要保证好了，这可能性很大。就是说，你就是因为法院到时候还是会接押。对，因为你东西还没有出来，我还没有查清楚啊。我虽然给你起诉了，但是我还要继续查这个案子，就像陈水扁那个案子一样啊，你钱还没有到，还没有查清楚，我就是续押了嘛。因为当初陈水扁、钱总统那个案子一样，起诉以后，法院一样接押，照押。然后押了以后还要再继续监察，一般在侦查庭是这样。你看这次检方包括柯文哲、包括沈清金、包括彭正生，大概都约谈了7、8、9、10次以上。彭正生好像约谈了12次。那所有的提讯那些过程，一般检方到最后要侦结以前，通常习惯是那被告一定还会到庭。那到庭全部都问完以后，检方最后一定会问说，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答辩的，或是有什么你觉得还需要调查或什么这些，会再问一次，等于给你最后有没有要再表达一些的机会。最后那要起诉不起诉 OK。但一中这次包括刚讲到那里头金主的工作部啦，包括那个支票啦，对 USB， 那都是完全突破大家三观的做法，没有人想到会有人这样做，但是他都出现，也就是因为出现的这些，会不会真的就像刚刚讲，就自己挖了一个坑，到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因为他不信任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些钱都是很多是现金，但现金这种东西其实参罪会其实他有点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他那种狐疑的个性就是他不相信旁边的这些人，所以他会那么努力的记账，是因为他必须要把每一个就是谁给他钱的这件事情，他要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包括帮他拿现金的这些人，他也怀疑说你会不会给我暗抗下去。虽然你说橘子是他的什么贴心的，他很器重的那个，问题是他也有可能把它吃掉啊。会背叛人的人就觉得人家会背叛他。柯文哲有没有背叛过人自己知道了。他最早就是背叛民进党，一路这样背叛那么多台湾的这些本土派，所以一个这句话打结了，一干一怎样，所以他知道旁边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背叛他，所以他记那么多账。也是因为他记那么多账，而且还不止一个随身碟，还有行动硬碟、随身碟这么多的这个，今天我们才有办法去抽丝剥茧，把他定罪。这件事情其实民众党不敢讲包括这些数据，比如说这里面这些数据，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不能乱写。周刊如果敢乱写，他真的会被告到倾家荡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凭有据，这里面已经陆续揭露。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凭有据，这里面已经陆续揭露。那我们看这个金主这边，它有日期，这边一定是它行动硬碟或是它 USB 里面的这些载的数据。那你可以看到，2022年的10月跟11月，这时候是干什么？就是选那个9合1的选举。然后他的名义都是说，他跟这些人这些是私账这边是私账他跟这些企业家，包括这里面的谢国良200有没有？他是说，因为那个他妈妈什么，就是听了高虹安演讲，所以他的用途是高虹安跟陈婉慧。那当时都是要选那个高虹安选新竹市长，陈婉慧选宜兰县长。那这里还有赖香伶当时选桃园市长。重点是啥？你敢知？可是根据我们去爬书啊，民众党其实给那个2022年的县市长的，目前高虹安是拿了300万，民众党给高虹安300，然后赖香伶他自己承认他拿了110万，然后陈婉慧拿了20万，那黄珊珊是0万。黄珊珊我猜，因为他不是民众党的，他当时是无党籍去选，所以他不能用民众党的名义给他钱。有没有另外给我们不清楚，但是从民众党的账是这样出去的。可重点是谁？你知？我就讲，比方说赖香伶好了，他这个数据里面。好，比方说朱文定给他30，黄南光给他20，苏一仲给他40，加起来这边是90。那其他香伶公也填到110。
我现在强烈怀疑，虽然没有证据，这些钱根本都通通进到柯文哲的私账。那些给高虹安、给赖香伶、给那个陈婉慧，那是民众党用他们的政治现金博来起。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这季国旗，他虽然名义上是要给这些人，比如说王立宁500，高虹安，但是高虹安以及民众党要贴了300万，那这边显然就是这个钱根本第一个他没有给高虹安嘛，就是这边问题。那所以这边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发现这些人都是人头呢，这些当年2022年帮民众党打天下的这些地方的这些县市长候选人，他们成为一个很好的名义呢。就是说，柯文哲跟这些企业家说啊，我们的候选人要被酸地啦，所以我们需要一点斗内赞助，那是不是大家就斗内？那候选人那些企业金主觉得说好吧，那大家就是一个就是政治现金的赞助，所以他们钱确实都拨进去了。可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些钱看起来。都到柯文哲的私账呢，他并没有到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公账里面，而且那个公账可能还是用民众党的那个政治现金给的呢，所以这瓜钱早一的不见了呢，他把它吃下来呢，所以为什么这个周刊里面提到就是说算一算，这里面有1亿的钱，将近1亿的现金，就这些钱呢，他都不拢就说他第一个他没有找到现金，没错，没有找到这块钱，但这块钱显然他也不是给这些候选人的，你起码钱是早一得，所以一起唱一得位，这基本上这是这几种多爱问题。那你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徐金华媒体人爆料，他说他听到有嘉诚民众党嘉诚的证词说，他说陈佩琪曾经跟柯文哲说，家里不要放这么多亿元，亿就是1亿元的亿。这个为哪是真的？因为这是证词，这如果是对检调讲，家里不要放这么多亿元，这样听起来，我们这样讲，因为检调说有1亿元，1亿的那个钱，就把我们在金流。然后如果这句话对得起来的话，陈佩琪讲说家里不要放那么多亿元，我们这显然他当初那些钱是不是有可能出现在他们家这些现金？后来用什么方法把它移走，我们不知道。小虎哥，你知道1亿元有多大吗？如果假设有他们家放了1亿现金。你很难想象，对不对？我给各位一个概念。沈清金就搞保钓，他2021年在澳门保钓嘛，一起保钓。我去盖啊，那个是一个澳门赌场的员工叫 Michael 出来爆料，他说沈清金有盖1的港币2000万，就有一次他真的是赢多少钱？那港币2000万折台币大概8000多万。你知道他怎么运回去？怎么样到沈清金的办公室吗？根据那个赌场员工说，他说那个赌场啊，他们在台北的办公室，他们从保险箱领出台币8000多万，因为他赢港币2000万，8000多万现金哦。然后注意哦，他请工作人员拿2个30寸的行李箱，我们出国都有买那个那个大的，30是最大的，全包嘛，2个最大的行李箱，然后把那个钱放进去，然后一路运到沈清金的那个办公室，没搞，他分2趟。等于4个。对，等于4个30寸行李箱塞满，这样大概8000多万。所以如果1亿元以上的话，那可能要5个行李箱，而且是30寸那个，大家可以想象的画面。我白纸还开始躺在上面睡觉都可以。加大双人床都没问题了，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他们现在这个钱，他现在把它收到，不知道收去哪里。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检调在谈，然后检调把这件事情提示，把那个刚刚的支票提示给柯文哲。柯文哲说他不想回答，他还没有料到说他那一颗行动硬碟竟然被检调抄到。所以我现在最后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些关键啊，这些到底他的钱是怎么收进来？因为我们讲现在可以确定是橘子是有帮他。就是收这些钱嘛，那这些钱到底怎么出去？这里面，所以为什么橘子很重要？为什么柯文哲当初被严压的理由，就是因为橘子没回来。我到现在陈佩琪不是整天在那边丢吗？说什么什么他活着要看到什么民进党倒台，然后他讲一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提到橘子这件事，好像橘子徐子瑜这个柯妈妈的送过去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亲密的这个橘子。完全消失在民众党人的嘴巴。你看他们每次民众党哪一个发言人敢提到橘子？某届人好像消失了呢。他们好像就是对这些数据他们也不敢讲，他们不敢讲这些数字，然后民众那个橘子都消失。他们现在好像就是让他整个云淡水无情。而且我觉得他们最不要脸的是，我跟你讲，即便下礼拜或下礼拜起诉出来啊，民众党一样有一个话术，可以去跟他的小草说。他就反正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去跟他们的小草说，这些东西都是检调罗织办案、压人取供。反正我刚刚拍下来，你只要没有看到那个4个行李箱、5个行李箱那些现金，放在柯文哲家里面，小草民众党就得跟小草说，我们阿北没收钱，我们阿北最无辜。可是说现在看到这些，所以我说各方，我相信包括连民众党，是不是都在等着看你指数出来里面会是什么？因为刚才讲到了8张支票。剩货这2天，如果有人要把它全部都兜起来的话，刚刚讲什么 L 先生这些，是不是连最近大家讲那个数字会馆，
然后里头是不是也有人在这里头？因为柯文哲去那吃过饭，然后是不是在那里头？然后跟这些会不会有牵连性？全部都已经在这里面讨论成这样。而刚才讲到的那句话，陈佩琪有没有加成正称说陈佩琪跟柯文哲讲说家里面不要有放这么多议员？我到现在我每天都讲，陈佩琪针对这件事情应该要出来驳斥，是，因为这件事情兹事体大吧。当然，也许他会觉得你们胡说就胡说，我不要理。可是陈佩琪的个性不是这样嘛？那一直到现在，我一直爬出所有的资讯，我没有看到陈佩琪针对这件事情讲了什么。那所有这些如果一路这样的话，刚才包括一中讲的橘子，像陈志涵他们也讲说，检调你们是要把重本都压在橘子身上吗？哎，没有，我看起来检调现在没有把重本压在橘子身上哦。如果有那8张支票的那些，假设有那些，他可能硬碟，他可能重本根本不压在橘子身上。但是所有这一切，在陈佩琪口中就是要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垮台，因为她老公就是被你们恶质的政权这样压在那个地方，压人取购到这个样。我讲还蛮冤枉的啦，其实不是民进党的问题，我觉得是全台湾的人都在看这件事情嘛，而且很多东西都有证据。那这些证据确实在北检上面手头上已经拿到很多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没有办法去说这个不是，然后有没有收贿，有没有行贿，那有收贿，那钱现在在哪里？现在大家找的是这个嘛？然后那个已经有这么多的证据可以显示，所以呢，现在目前所有的民众都对于柯文哲，你看今天大家说今年的那个贪字，今天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贪，然后每个年轻人都说贪，那就是柯文哲啊。每个人就把贪等于柯文哲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是用政党的方式再来处理了。我觉得没有一个政党可以伟大到这样的程度，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都是一样。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这些证据，没有这样子的人出来指控，那没有公务人员出来指控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会成立。好，那洗钱的方式怎么洗，或者是金流怎么处理，我觉得现在是检调应该都已经，刚刚其实大家讨论很久了，其实应该是起诉书已经写得快差不多了哈。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橘子当然现在已经开始不重要了哈。那刚刚讲的 L 先生到底是谁也不太知道，但是呢，我要讲就是说那8张的这个支票他应该已经刚刚明凤姐有讲嘛哈，他之前有提说应该已经是兑现了。好，那兑现是用什么方式？然后呢，这个8张支票8大金库里面有没有8大行业？然后呢？支票其实也可以用票贴的方式处理。当然。对，好，那用票贴的方式，那如果这个他的那个这个名单里面如果有8大行业的话，加上票贴的话，那这个在海外的那个先生到底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我想检调他手边应该有很多。先生吗？对，应该也有蛮多的东西的啦。好，所以我觉得这就让检调把真相讲出来。但我觉得现在陈佩琪就是说，你家里有上亿元这件事情，他没有出来反驳，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哦。我觉得以他的个性，他一定真的发脸书一定会去抨击这件事情。可是你发现他最近这2次的发言，他的那个脸书的写的方式，其实好像是在柯文哲叫他写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外界有人觉得他们在串供？可是我觉得他有一部分还是要提醒小草们，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民众党不可能因为你看这一次的选举，我们看这次选举好了，还是挺柯派的大胜嘛，所以呢，他不可能让一个民众党因为柯文哲而垮台嘛，所以呢，其实陈佩琪也有可能就是之前柯文哲赋予他未来是民众党的精神领袖嘛，就柯文哲在里面，那陈佩琪就是精神领袖，所以他不断的对外喊话，那讲的这些内容其实大家都已经听到烂了，但是呢，很多小草还是认为说。阿北无罪啊，阿北是被骗的啊，所以呢，他才会特别再去讲说，他到底哪里犯罪，哪里有罪，没有罪啊，哪一个罪名你可以告诉我？甚至呢，他又讲说，你不要告诉他，陈佩琪一直在问，所以呢，好，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到底犯了哪一条？不过签个公展文。然后许淑华，你们就要把他给抓去关。很奇怪，他伸进伸出这个北检，他为什么不问检察官说，我老公是犯哪一条了？他也许问了。而且他其实对，好忙，我怎么回答你？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他可以直接，黄珊珊应该可以跟他讲，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应该在，因为他可能北检只有问他金流的部分啊，没有问他法律的层面。好，那我要告诉大家，他把所有的罪全部怪在公务人员法盲的状况。可能
能北检只有问他金流的部分啊，没有问他法律的层面啊。好，那我要告诉大家，他把所有的罪全部怪在公务人员法盲的状况。我要跟他讲，这个是柯文哲签的公展的公文，上面写的很清楚啊，明明所有的公务人员就告诉他说，专案小组会议建议呈行单位就是金华城，好，与市府研议的依法可行的适当补救方案，基于当时是行政诉讼尚在进行，但是呢，现在呢，行政法院已经判决确定驳回原告之诉，所以市府应无需补救。他已经跟柯文哲讲，你不用补救给他了，已经判决下来了。好，第二个部分就针对依照都市计划法24条，要办理变更，也就是容积奖励要给他20%这个，为因为计划书内容所提及的这个容积奖励项目跟额度跟容积的总上限是否具有公益性、环境性的共性以及对价性皆未续明，所以也没有厘清，所以这个部分。开了专家学者会议里面，专家学会里面说这个适法性还有疑虑，他连这个专家学者10月12号开的容积奖励的会议咨询会议的附件都给他了，那这个附件也是告诉他说这适法性有疑虑啊，你真的要签吗？结果他还是盖了章了嘛。这还是他盖的章，这是他自己亲盖的章。有听懂吗？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是陈佩琪要听得懂，现在是小草要听得懂。哦，因为陈佩琪还是继续当他的精神领袖，还是继续的在跟小草喊话。那我会认为说，其实陈佩琪这一次他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域外的柯文哲。好，他还是不断的要让大家知道说柯文哲阿北真的无罪。那即便起诉书写的那个内容也都是假的啦，你们不要被骗啦，就这么简单啦。好，所以我觉得关键性的问题他不会去解释，他也不愿意去厘清，但是呢，他一直在这个用所谓的话术的部分去告诉小草说他到底放哪一条，你还是没告诉我。我问你，你说他用话术的方式告诉小草这些，但你自己觉得陈佩琪心里会不会某种程度有谱？我觉得你看他那天在场外的时候哈，我觉得他这个跟很多小草在那个互动嘛，而且在挥手，我觉得你看他那个脸是整垮下来的。其实我觉得他心里应该蛮怄的嘛，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要跟小草挥手，然后要跟大家大家加油，继续努力，阿北无罪，我觉得他心里应该也很，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高知识分子，他又是医生，他应该很了解整个法律的程序，而且他一定也跟黄珊珊谈过，他一定有问过一些相关的，他一定有问过，但是他必须还是要站在第一线去忍受这些问题，而且避而不谈的部分，然后呢继续跟小草性情喊话，甚至呢有一些资料可能透过他在跟，因为阿北还是有那个小电视在看啊，对啊，那小电视在看的时候，他第一个能处理的还是你的精神领袖，就是他现在目前可能最信任的就是陈佩琪嘛，所以他还是必须要让陈佩琪把这些话告诉小草嘛，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蛮心酸的啦。但是呢，我觉得所有的证据可以罗织柯文哲罪状，不是我们大家能讲的就算，是真的有这样的证据才需要去做处理哈。那另外还有啦，给钱的地方啦。什么叫给钱？就是其实他有提到一个朱亚虎被传唤的时候坦诚讲说，老板有别的方式付款的方式那其实呢，我要讲其实虽然橘子没有那么重要的，但是他还毕竟有一些关键性，因为他们几次去的桃竹影园，到底去桃竹影园有没有拿了现金？有没有给了现金？那这些钱是由谁拿的？好，那钱拿进来了以后，到底现在在哪里？你这说桃竹影园除了唱歌以外？当然了，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事？因为他不只去过一次，他只承认唱歌那一次，但是在唱歌之前他也去过好几次。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因为中公的法务部的律师已经请辞了，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茲事体大。因为中公就是金华城威金集团下的子公司。他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事情以后，那个。连法务的负责的这个律师都请辞，就不愿再办了，就不愿接着案子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认输了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非常严重啦。所以那8张的支票里面有没有契约的问题？然后之前有某个律师在媒体有讲说，这8张支票里面有没有其他的8件不同的案子必须要履约的？好，除了金华城以外，还有其他的案，雨果啊，北士科啊。还是有没有其他的案子？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关键。这些当然就是你说检方，我一直在提醒检方说，所有的起诉书出来以后，一定要能够经得起各方的一些的验证。如果照刚那样讲，各位有没有发现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人叫朱亚虎？对，他讲了很多一些嘛，包括那200亿是前金或一些文。朱亚虎后来被交保，对，200万。
各位，等到整个案子如果起诉以后，到法院开庭以后，谁能跟我保证朱亚虎不会翻供？谁能跟我保证朱亚虎不会翻供？各位，你知道翻供的案子有多少吗？所以检方，我相信检方应该不会只寄望靠一个朱亚虎的一个证人的证词，一定还会去问。好，那210很容易啦，因为那30个、那7个人一定每个都问，都传过了嘛。那到底是不是你的钱，还是人家叫你去那什么？这太容易了，这一部分比较容易。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朱亚虎用口头的证词，刚才讲的很多的内容，是真的能保证他都不翻供吗 ？OK， 那未来，所以我说，检方的起诉书出来以后，一定要经得起各方的一些的验证，不是单纯的人证，所有的物证的东西，那也是大家检视才是一个重点。OK， 但你看，所有事情已经闹得这么沸沸扬扬的这一段，中间好，那所谓的8大金库。连木可或什么，朱慧荣，大马老司机朱慧荣出来以后，他讲的很多的东西，包括检方查是不是从民众党创党就开始查，包括木可将军，朱慧荣讲说木可没有开过3联式发票吗？对，他不是公司吗？对，所以这个是让人家很诧异，想不通，因为公司对公司之间需要3联式发票，对啊，对，公司对公司。因为有一些公司做买卖，我要进货成本嘛，我要进成本、进材料，经过加工我卖出去，所以我进货的成本呢，透过3联式发票，我是可以节税的，因为有5%的营业税当场可以结掉，到了年底结算的时候，你还有营业所得税，这还有部分，这个做公司不可能不算这一段的啦，当然啊，因为你不要说5%不多。那个大量进货，它是可以节税的。没有，木可的营业额不低耶。是啊，你如果这样算起来，木可的营业额不低哦，每个月的5%，不得了。所以说你不用3联式的发票，因为这个3联式发票有没有一点都不难查。那请问他不用3联式发票，他怎么交易的啊？就无本生意啊，就你给我货，帮你卖发票，对你给我票，你给我货，我帮你卖，所以我没有进货的问题。你只要有进货，就一定要开3联式发票，因为你要抵税嘛。我跟你买来的材料我要做，那5%的税是用在我成本里面，是一定可以抵营业税的。那除非你自始至终没有进货，我的这些商品都是靳总直接给我的，所以这叫什么无本生意耶？没有本哦。我这个杯子给你，围巾给你，然后这些相关的商品给你，给了你就帮我卖，所以我不需要3联式发票，因为没有进货嘛。那你要买的人都用现金啊？买的人现金，我给你2联式就好。那就不就印证了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评论跟推断吗？竞选总部做了东西给你木可，你木可拿去卖，卖了以后再跟柯文哲这个肖像权，钱汇给他，那你跟柯文哲肖像权不用啊，他是个人，他不是公司嘛，所以我就开2联式的给你，所以你这整个就串起来啦，没有3联式就是无本生意，没有生意钱从哪里来？我告诉大家，靳总跟他之间如果没有透过公司与竞选总部之间的交易，那就是无本生意。来，任俊，那不是什么？我就简单说了哈，就是它的镜像跟肖像是合不起来。好，你记不记得那个之前曾经有一个新闻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认定木可公司的那一块的营收，他其实认为叫做政治现金。好，简单的说哦。就是说，他其实有没有本的这件事情，如果因为刚刚讲那个概念叫寄卖啦，所以我寄卖给你啦那我寄卖给你，我就变成是没有任何的成本，当然那就回到了那一篇报道，他说什么？柯文哲疑似挪用了政治现金去成立了木可公司，然后呢，透过木可公司，不管你是用什么 PB 啦，或者是说换过来之后的那一些盈利，说有几千万嘛按照检方他特别写了一句说，在法律上。那个应该要视同叫做政治现金，因为你根本是买空卖空嘛，你什么都没有嘛。那这就回到了刚刚将军在讲那一个，就是为什么那个发票它都会被延伸。我必须讲朱慧龙并不是木可公司的员工，他说木可没有发票就没有发票吗？不一定，我不认为就是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件事情很容易查，对，因为他不是木可公司的员工，对，包含到他被。可是那个黄珊珊公布过一张300万的木可发票，不是吗？2联式，对啊，2联式也是2联式吗？因为我没有看那里面是3联还2联，电子发票。对，就是说，你关木可之后，结果隔天黄珊珊又拿出来一张发票。我开给别人的，那就是我今天卖出嘛，所以我就是我的销项嘛，就销了销货的销了，我就销。那最后是公司对公司差别，就是我有没有进项嘛？那比如说
我今天委托谁做了什么东西，那我是不是要开票给别人？那因为那个2联跟3联之前在尼奥时热的时候也有讨论过了，好，那个也有讨论过啊。大家讲说啊，你怎么会用那个2联的？他说啊，我们其实就是用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好查。但是我现在回到就是那个报道的本身，它其实症结不是在你开不开票的问题，而是他认定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木可公司你真正唯一只做的生意叫做柯文哲的竞选总部，那这一段时间你所谓的营收，包含到后来连柯文哲竞选总部还召开记者会说，不好意思哦，我们对于那个竞选小物哦，那个兑换里面哦，我们还要跟他讨1360万。你就会发现到检方那个媒体是写说检方认定，那从头到尾都是政治现金了。你们在演什么？一中，如果刚才讲的这些，起诉书出来看，如果都有这些，对，有人曾经感叹过，元之刚刚提到柯文哲的人设记得吧？对 ，OK， 尤其凭良心讲。素人从政，柯文哲从2014年刮起这么大的一股的旋风，卷起了千堆雪。那个时候几乎年轻人或是中间选民，或是寄望台湾在蓝绿两大政党以外有另外一条出路的，几乎都投向了他。是，因为那个人设非常清楚。但是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情，如果起诉书出来，假设刚来宾所讨论的这些都验证为真的话，有人就讲说那就太夸张了。第一个，简单的事情复杂到不得了；第二个，明明很简单的，包括政治现金或公司就公司，进总就进总，政治现金就政治现金，该做什么的，没有想到柯文哲从大的钱有没有刚刚讲到说有人家政治现金抖内的那些钱的问题，然后甚或有没有牵扯到贪污行贿的问题，再来是连到选战最后一刻。小草那抖100、抖200都要，就让大家觉得那不是人设破灭的感觉而已，怎么会差那么多？其实柯文哲他其实一根招奸啊，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招奸，但我一直认为是他在2018年那个台北市长惊险3000票连任这件事情，我给他丢1。那因为他未来已经不能再连任了，所以他必须要帮他老瓜后边就是那种。棺材本讲白了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个路了嘛，他不确定他能不能选上总统，所以他必须要留路，所以他利用你看2022年选举的时候，底下那些子弟兵选举的时候开始去总集去募款，然后甚至2024年这个总统的时候蓝白不合嘛，因为他认为说那个蓝白合。就到时候那些钱可能都我分不到，所以一定嘛的是，所以人家赵超不是开玩笑说大家你这爱急哦，早知道就当初你就蓝白合那政治现金那个总统补助款的运动后利的，你俩加爱急这种小钱。我觉得这些人大家很失望，所以小草当初就是因为好阿北不要跟他们合作。我们那时候不是节目上，柯文哲自己也承认他原本是要蓝白合，可是有多少小草流泪？你知道那一天柯文哲不是后来那个大家他们直播的时候，大家阿北不放弃，我们不放弃他的干部都爱哭，全部都爱哭，因为他们相信。阿北，你不需要跟国民党勉强合作，你靠你自己就可以改变。那即便最后没有办法赢，我们也愿意把这个200块抖内给你。所以这369万票是这样一票一票。你看今麦是389没有，今麦存华这民调来看的话是5.7，当初369万是26呢，中间有20%的这些选民，就将近100-200万的这些小草，我觉得那些你怎么样去跟这些小草去解释？但我相信啊，最后还是有这些铁草真的还是愿意，但这些铁草是不是真的是？愿意改变台湾，我不认为。我认为他们其实要的是政治的目的。为什么这些选党代表那么认真，将来选中央委，因为被选举。他们这些人其实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然后在那边表面上说阿北无罪或是阿北无辜，可是你们伤害的是你们为了选票把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一个道歉，我跟你讲天理不容的。OK， 那今天除了大家会关心化成这个案子，柯文哲主席未来是不是真的在12月下旬的时候，或下礼拜就真的会侦结吗？好。除了这个以外，还记得劳动部在北分署谢宜荣前分署长那个时候有没有涉及到霸凌这些事情？一个年轻公务员之死引起了举国的一些的怒火。现在看起来，元之，今天的调查报告出来了吗？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讲说，原来那个调查报告你们不用再看了，因为劳动部那时候就讲说，洪胜汉部长就讲说会重启调查。重启调查看起来今天的发展，第一个那个报告是不是出来了？然后谢宜荣收押禁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第一个我先讲报告，这个报告呢，跟之前何佩珊当部长那时候报告南辕北辙。大家如果有去看今天那个报告，哇塞，把那个谢宜荣讲的非常不堪呐，简直是一个女魔头啊！她做了很多事情，大家真的都难以想象。比如说呢，她会呢，比如说她会召集很多各单位的人来开会，要来跟她开会，可是什么时候来开会不知道，你先在门口等，所以很多人都在
在外面大排长龙等着他召见，然后也不知道他开会要讲什么，所以每一个人就会抱着一叠资料，因为不知道他问什么嘛，都抱一叠资料准备。你说你问到 A， 刚好我有带啊，如果你没带你就完蛋了，大家都吓得要死啊。还有就是回讯息也是一样，半夜凌晨1点钟、凌晨5点钟，我看到这里我都想说谢宜龙都不睡觉，半夜1点、5点，然后就要传讯息给他的属下，然后人家就要马上回，不回就要被骂。5点，然后就要传讯息给他的属下，然后人家就要马上回，不回就要被骂。然后一点小事哦，比如说什么有人派那个接驳车，好像到哪里去接谢宜龙，那机场接谢宜龙，那因为接驳车你不能停在门口嘛，有时候你要从别的地方过来5分钟，回去就被骂爆。反正诸如此事一大堆事情啊，就是那个形容的把那个谢宜龙形容的非常恐怖。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关键就是前一份报告讲说谢宜龙是目的良善，对，然后说那个不幸轻生的那工程师和他没有直接关系。今天这个报告直接讲了啦，就是他的关系啦。而且甚至于还有一次是谢宜龙直接彪骂那个工程师啊，那个报告里面都有讲到，而且不是只有彪骂他一个人，是扩音一堆人一起被骂。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两个是南辕北辙。好，那现在关键来了。那为什么前一份报告会写成那个样子？不是事实啊。那为什么不是事实呢？明明就是一条人命已经轻生了，已经不幸过世，但是劳动部的调查却没有给大家真相，还在那边掩盖。那是不是代表说当时其实是有人在包庇谢宜龙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大家第一个要问的问题。那个时候是谁在包庇谢宜龙？还是说当时的劳动部觉得说，哎，反正先出一个报告出来应付，没事就混过去了，有事再说。抱着这种心态，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都是不可取的。那第二个，谢宜龙今天被收押，当然是大家一开始是想不到了，因为一开始想说是一个霸凌案，怎么会搞到他最后被收押？那主要是因为他一直被检举几件事情啊。我看检方提出来的理由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他有没有侵占公有财物，这个其实上一次在立法院就有人举出来，就是说谢宜龙呢他会去买一些东西当做是伴手礼，但是有些伴手礼他好像都有一些都留下来自己用。那这个可能就会被认为说是亲有财物，然后还有一条叫溢流不发职务上应发之财物，可能也是类似的东西啦，就是有伴手礼，就是应该要发出去就被自己拿来用。另外有一个图利是什么呢？图利就是因为谢宜龙他不是花了100多万在装潢自己的办公室嘛？那理论上这个装潢应该要公开招标，你要让很多厂商一起来竞标，可是他直接指定特定厂商来承做，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限制性招标。那这个就是有图利。那我看检方其实起诉，不是起诉啦，就是说他列被告列了12个人，可见我认为应该也有除了谢宜龙之外的其他的公务人员，就是跟这个采购有关的，可能也被列为被告。那他这是图利啊，这是图利。然后还有就是采购法以非法方法，然后导致于发生不正确的结果，甚至还借用他人名义投标。这我猜测应该是说，谢宜龙应该有他一个朋友在做厂商，然后关系非常好，可是每一次都发包给他，人家会起疑呀。所以是不是就叫他的朋友说，你有没有其他公司跟你其他的朋友开其他公司，你借他的牌来做，这样子就不会被发现。就是这么多事情，最后检方就是把他列为那个贪污被告，然后后来今天法院就裁定羁押。OK， 你说那个整个大转变到最后，从第一份刚才元智讲到目的良善，然后到最后今天检方说阿进见，检方的调查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单就报告论报告，一中新的这份报告在原来里面大家质疑的很多一些的内容有没有？包括就是我们常讲死者为大，那运送的过程，所有这些相关的一些疑点，在报告里头都厘清了吗？他其实，在那个运送的过程那一块，他其实我发现他没有写得很细，他甚至还引述说新北市消防局的报道，也就是说他其实没有下去问，所以这一块我认为有瑕疵。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他关于那个谢宜龙有没有直接霸凌这一位亲生员工这一块，他倒是写得很详细，他调查非常细。然后他们这份报告10几页，然后他最后做成那个，我们直接给各位看结论，结论就我们划线的部分。第一个，他说谢员的管理模式不当，就刚刚元智有提到，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扯。他竟然叫员工每天下午要从1楼绿廊跑到楼上3、4楼，
然后最后要跑到谢宜龙的办公室，然后一天要跑20分钟以上，叫所有的员工集合跑步。我想拢无呢？你为什么要叫你的员工下午上班时间大家去跑步？跑步是健康没有问题。阿兵哥，我们以前当兵的4点体育，对，但是基本不是呢，一起被叫所有的员工全部都跑给他看，然后甚至有员工如果请假，他还问说：你为什么不来跑步？你为什么要请假？就到底他的脑子在想什么？我无法理解。他在那个漂亮的有那个轨道灯、有绿树复印的那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面在底下，然后要大家跑20分钟以后，最后到办公室去。到底他那个脑子在想什么？他已经到病态。好，这是一个，所以这边叫管理目的不当。那第二个就直接讲到，就是这位清真的吴姓员工有遭受霸凌。他讲到很多，然后最后他讲第3个，这很重要的结论。他说无缘的轻生与工作遭遇有关联。这边我们要肯定他们甚至把时间轴都列出来，就是说这个无缘其实是因为接了这个智能就服系统专案，就是 AI 嘛。那当然他要因为现在很流行 AI， 然后长官要捧上面的。LP， 所以就叫下面的做 AI， 所以就无姓员工就倒霉就做了这件事。但无姓员工个性就比较，他就是那种很负责的这种人，所以他就真的是乖乖做。然后他有边把这些时间点叙出来以后，到你看，从112年开始做到113年8月、9月、10月、11月这边画红线的时候，就是已经严重睡眠不足，甚至调出那个监视器，就是他打卡是打合法的卡，可是他的加班，我们从监视器看到他是每天就是早上5点到晚上8点，这根本就是有问题嘛。然后最后才会有这个不幸的结果，然后而且他上任的时间1年8个月，有离任81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完全推翻了上一份报告。我后来我也想，北美是报告，北美是劳动部责报告的，那查下谁？许传胜前次长，你搞啦！你当召集人的时候目的良善，你的报告是目的良善，没有直接关系，结果这一份报告竟然是可以这样巨细靡遗写出来。我跟你讲，前面这些官员都得办，这是一件事。这个账还没跟你算完，不要以为谢宜龙被收押，你们这些高官，我等一下一起，我还要跟他们算账。OK， 对，这是一个。好，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报告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谢宜龙他有可能因为他要争他的退休金嘛，所以他可能会拿前一份报告去 argue 说，哎，我没有。可是这份报告其实这么巨细靡的，其实也是因为为了。就是让前一份报告这个效能在法庭上面可能无效。那谢宜龙当然他被 A 钱，那他家的事。但我现在要讲的事情是啊，劳动部我有去问的，就说劳动部现在的气氛怎么样？开始底下的员工是认为说，就是真的我们的新部长黄胜汉有在处理。黄胜汉最近还讲一件事情，他说，因为不是要年节送礼吗？你知道他们年节送礼那个歪风很多，过去的歪风，黄胜汉已经特别讲，就是说，第一个，如果已经114年就明年的春节已经有下定金的这种啊，就照原定计划，我都改起来归去啊。如果没有的话，尽量去跟那个弱势买，这是一个。第二点有讲哦，伊讲那是有同仁哦就是你订的东西对不对？有同仁自行垫钱，或者有强迫购买的情势。他说基层在跟他反映，请这些主管不要再做这件事。意思就是讲，意思说有咯。基层有跟部长反映说，你们有干这些事情，同仁自行垫钱跟强迫购买的事，所以我觉得这是员工觉得就是说，稍微欣慰，就是说目前。然后另外，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因为洪胜汉今天不是说那个人事处长、人事主任要把他 fire 嘛，因为他说就是调职，因为他说你打假卡这件事情，我要讲的事情是他们那个结构是过去你知道有多烂，这是我之前给各位看，这也劳工报给我的，就是这是之前许明春前部长在今年5月退休的时候。旁边这一位女性就是他们的秘书处处长，送了这个爱马仕的丝巾在这边，这件事情，好，那我再爆一个料，刚刚之前任俊哥也爆料，我没爆料，伊妈来跟我 argue， 我当初没有 po 出这张照片，因为我没有照片，我只是写说这个丁玉珍这位处长有送许明琛合送这个爱马仕丝巾，有他的人来跟我，他是说丁玉珍人很好，说我不应该误杀无辜，然后他说。这个，因为我本来写说他这个丝巾是2-3万，因为一般的丝巾是2-3万。他说这个丝巾这是方巾，是8800的，他要给我看他的发票。好，那我就说，结果这件事原本就到此为止。我想说我不要误杀无辜。然后呢？结果隔天我在新闻看到有一个新闻，进新闻跳出来说，这一条丝巾是谢宜龙送的。他说谢宜龙送了一条2-3万的丝巾给许明春部长。为什么奇怪？人家跟我爆料是丁玉珍，就只有处长送的，为什么上面新闻写是？谢宜龙送，然后果然里面人把这张照片秀给我，很清楚是丁玉珍，不是谢宜龙，所以我现在强烈怀疑有人在怕很多事情发生哦。那没关系，你们爱玩，也就我们连名单都秀出来。这一张的背板，他现在这一张的背板后面
就是这些人。土阿春，第二阿春部长，这些人合资送许明春这个爱马仕之。你说送爱马仕因问题在哪里？其他部位看不下去。人家其他部位是送麦克风，因为许明春爱唱歌，他退休的时候就离职的时候送麦克风1000多块，我觉得这个合理。你们这个部位，你们这个秘书处送这一支爱马仕，你知道其他部位怎么样？然后谁来送？你看，小虎哥，你有看过送东西？我们通常我们公家单位，我们就是有同事离职，我们也会写个红包说，比方说黄义中啊，比方说什么，但是我没有听过有人放职级的职衔，他把职衔都绣在上面。会绣职衔的只有挽联啦，只有出刷的时候才会写上你的职衔。今天许明春只是离职，他没有要过世，为什么要放这职衔？就是要让部长记住说哪些人有送他爱马仕资金哦。这里面这个名单有问题的是，当然送的是丁玉珍秘书处处长，可是你看前面，你上面看到没有？竟然有什么政风处处长？天哪！你政风处处长、政风处副处长、政风处科长，你送丝巾、爱马仕，那还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前劳动部人事处处长、会计处处长。贵州海聊聊啦，人事跟会计是一条边系统，人事是管这个，那会计是管查核的。这些业管单位，包括政风，都来干这件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贵州挪用，所以难怪为什么谢宜隆今天被压的一个理由是他挪用就业安定基金去买那个礼盒，再把礼盒 A 下来。然后在之前也有爆出来，许明春办那个。性别什么工作什么20年用了368万，性别工作平那个是用就业安定基金。我就问，就业安定基金1年200多，是给你这样玩的吗？我就问嘛，这些委员，所以你知道，洪胜汉部长也有通令，今年年末，他们过去的惯例会邀请这些。部内的这些外部委员有一个就是会定期的宴会，包括像裁决委员、监理委员，还有就业安定基金委员。我认为这东西本来就不适合，但是过去哦，为什么讲是过去？因开始拢会这款委员啊，年底的时候拢会去讲喝聊，就是这种名义上当然是犒劳委员很辛苦，我们同意。但是我现在就问就业安定基金，就为什么会这样用？对，你们钱可以这样去办演唱会，然后可以去送，就是谢龙还定做那个。盒子的那个外盒，钱是这样玩的。你们这些就业安定基金委员，那你知道听说怎么样吗？对啊，我后来看了名单，我看了他们的名单，1年1任2年嘛。有一些名单专家觉得都很正常，都是好的。可是里面还有很多是他们内部的这些官员啊，这些听说啦，就是说你那边桥台接尊第一个部长，因为委员是部长找的嘛，部长当然会暗示说今天我们这个案子是不是委员们大家就是方便一下，或者是直接请委员主动开口，我不开口，但是我已经瞧好了，比方说于委员，等一下帮忙瞧一下，因就是贵州挪到这个程度了。于委员，等一下帮忙瞧一下，因就是贵州挪到这个程度了。所以我现在结论是什么？不要以为今天谢宜隆过去了，就整件事情就没了，还没。刚刚点到这些人，包括。许明春你们这些曾经有挪用过就业安定基金的，这个还要再查，因为我不认为一个主管国家劳动，而且就业安定基金是很多雇主你在那种看佣很辛苦，我还出来就辛苦，还一个月搞2000块一花期，结果被你们拿来这样玩，这些人看到，我觉得这个是天怒人怨呢。OK， 我等一下，那个易中刚一直称赞洪胜汉的，但那天我在立法院，我请他公布就业安定基金的细节，他就都不愿意，他就说我们会增加外部监理机制。但问题是，易中刚也讲了，现在的就业安定基金里面就有外部委员嘛，你又搞一个外部的机制，那外部机制还不是劳动部自己找的，所以这种监理，我觉得我们很怀疑。而且真的，大家去看那个就业安定基金，光看每个人报出来的，你都觉得很夸张。有报出来说拿去买东西的，拿去干嘛的。那个林淑芬他们自己民党立委报一个说，大概就业安定基金花了11亿去促进技术交流啦，技能培养交流。有分国内的培养跟国外的交流啊，我看到许明春他自己就带团最起码带了2团，一团到杜拜，另外一团到俄罗斯，都是花就业安定基金的钱。然后这样就算了，许明春坐飞机都坐商务舱，超好的。去杜拜呢，一张飞机票24万，然后3个官员光是坐飞机就说花了72万，那俄罗斯一张12万，所以真的刚刚易中讲的没有错，就是说这个就业安定基金是很多人家里
生病，然后可能重度失能，因为要找外籍看护，所以缴的。他们不愿意家里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聘本劳太贵，本劳要一个人3000块，可能一个月要10万，聘外劳缴钱给你，结果被你这些高官滥用，所以这个东西当然都要追查到底。我补充哈，这次谢宜容这个事，其实追本溯源哈，清廉而有效率的政府是我们想要的。我记得在谢宜容这个事发生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他，你要用霸凌去办一个公务员，不太容易成型，因为那个定义模糊。可是这些公务员是真的有霸凌哦。那这位吴姓员工压断骆驼，压死骆驼最后稻草什么？我等一下告诉大家，那个调查报告写得很清楚。我先讲哈，谢宜容只有他一个人吗？不是，绝对不是一个人，他这是一串人。所以我讲从就业安定基金一直到他这种非法的使用，这是一串人的违法而不清廉，这一定要查，而这是最容易办公务员。所以今天谢宜容被羁押的理由不是霸凌，是贪污，是侵占，是图利。好，那我讲到这位吴姓员工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他想不开？调查报告没有写哦，他叫他写的那个 AI 什么智能劳工什么，没关系，那个名称不重要，对，好长就很困难了。那当时这个吴姓员工很努力的去研究，后来找到厂商研究出来，一报价3400多万，对，我吓死了，怎么这么多啊？把他干一顿，修理一顿，修理完回去他去找厂商，最后瞧，达成了750几万完成。那心里想应该很开心，哇，终于搞定了，对不对？3400太贵，现在变750，便宜吧？去找了，又被骂一顿。对，这是什么烂东西啊？这么简陋，又骂一顿。对，你说这种人，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中间夹在这个骑马的人，到底我该照顾马，还是为马儿吃草？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想不开，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点叫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钱？其实3400多万，你认为劳动部没有？他有哦，他是有的。他觉得超过1000万没有办法规避法规，所以说他压到1000万，压到1000万又做不了那么好啊，怎么办？他逼这个同仁去跟厂商凹，我750万就是1000万以内，我要有3400万的成效的能力，你这不是逼死人吗？所以我讲嘛，虽然他是霸凌是事实。可是真正可怕的是，他要把这多余的钱移到哪里去？为什么不舍得花这3000多万？为什么只肯花1000万？因为另外的2000多万要去做这些什么爱马仕啊，做什么演唱会啊，这才是可怕的。所以这不是谢宜容一个人哦，大家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到谢宜容就戛然而止哦，那是一串人。你如果光办谢宜容一个人，现在劳动部这些基层还是怕的，因为这一层小恶魔长大，他不会比谢宜容差，他更可怕。这要破获要一串，哪怕动摇劳动部的部本都要办，否则永远搞不定，是吧？这整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还记得吗？为什么那时候谢宜容引起这么大一些的公愤是，连行政院长出来道歉，那总统2次出来道歉，然后他还默不作声，然后道歉完以后他还发了一个。就是什么律师的那个声明书啦，除了道歉函以外，发了一个声明书，但重点还是我真的没有造成这样一些的结果，所以引起很多人一些愤怒，包括我刚刚讲报告前后2份的报告，这样一些的差别。所以刚才来宾所讲的意思就是，政府有这样的一些决心，像这样的事情，真的要让它完全杜绝掉吗？一定要，我觉得非常痛心啦哈！我觉得全国人民看到这件事情都没有人能接受啦哈！所以为什么总统有2次的2度道歉？今天不管如何，谁执政谁就要负责哈。那我觉得谢宜容这件事情刚刚提到的，其实可能不是只有一个谢宜容，他有可能包庇或者是集团式的。那在整个共犯结构里面，或者是官官相护的情况下，造成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都一并要彻查。好，所以不是只有一个谢宜容。另外呢，刚刚提到的安定基金的部分，包括这8年当中里面的刚刚提到的什么11亿的费用啊，然后出国的考察费啊，那他们出国的报告的写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都拿出来看，好，由审计来做一个监督。另外，对，然后另外呢，杜拜的考察，因为我不知道，也许他们有一些我们可以参考，在就业安定方面，然后这个我没有办法下定论。他带团比赛，带团去比那个技能，是，但是带团去啊，对，但是带团去，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去认真？但是小选手都做那个经济舱，他做商务。对，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应该去查嘛，哈，当时的状况是不是延续下来的？
方式就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不要改？好，我们就一起来检讨嘛。那另外，我就刚刚看到一个说他这个工作超时，其实我告诉大家，公务人员服务法里面每日不得超过12个小时，你要连加班的部分8个小时加4个小时，12个小时。然后呢，每个月不能超过60个小时。可是显然这个无性的工作公务员，他其实一天等于工作14个小时了，而且呢，他1个月已经超过了60，他已经80个小时了。其实公务人员服务法现在目前可能立法院也应该来修订一下。我们呢，通常呢，我只能12个小时，但是你多的部分加班费拿不到。然后他会跟你讲说，那没关系啊，你加班了啦，你以后再用补休的方式，好，补假的方式，算一天，对，就算一天嘛，给你休一天。可是他们连休也没办法休啊，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案子还记得吗？他连打都要打假卡，刚刚讲对，就是为什么他不敢加班，他还要照正常的时间让万一人家来查，他就是劳动部，他不能跟带头违法，所以他还要去打那个卡，然后再回办公室以后，然后再去拼命去做这样一件事，偷偷摸摸的加班。我就讲，如果不是发生了这个讲这个真的很心痛，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年轻公务员之死，不是大家喧腾成这个样子，这整件事情大家会知道吗？没错，对啊，所以呢，我就说哈，其实今天那个黄国昌哈下午跑去对他跑到北分署嘛，查离警啊，你跑去北分署，你不如赶快来修这个公务人员的那个服务法吧，因为你身为立法委员，你就可以提这个案来帮他们解套嘛，来帮这些公务人员说话嘛，所以这个其实是全国下面临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到说黄昌今天从北分署。是北分署当然民党有一个议员吕宇翔讲说，他觉得黄国昌是假考察、真作秀或什么。吕宇翔其实他有资格可以提我觉得这整个案子，因为这整个案子最早吹哨揭露的是吕宇翔，对，那个过程你可以想象，一个民党的议员如果要揭露自己执政的过程当中这些，那会承受的一些的压力，你可以想象。可是他就是揭露了这些，因为他以前在北分署当过替代役嘛。对，所有这些的过程，可是这一直到现在，你看到这个报告出来，来任俊，简单的告诉我，这份报告能不能让你觉得说公平正义得到伸张，真相出来了？没有啊。你刚刚提到2024年的代表字嘛，第一个字叫贪嘛，第二个字叫斗，第三个字叫骗，第四个字叫乱，这4个字刚好就是在讲劳动部的北分署嘛。谢依龙不贪吗？不贪今天被办吗？没有斗吗？这个事情一出来了之后，不是在谈后面谁的后台印吗？这件事情没有骗吗？第一次的调查报告跟第二次的调查报告完全不同。今天的报告有告诉我说，那第一次胡说八道的那些写报告的该怎么处理吗？没有碰你说不乱吗？按照洪胜汉部长今天去形容谢宜龙，他担任北分署的分署长之后，造成这个单位行政管理长期失能，不乱吗？我讲完这4个东西，请问大家对于今天的报告满不满意？没有碰你说不乱吗？按照洪胜汉部长今天去形容谢宜龙，他担任北分署的分署长之后，造成这个单位行政管理长期失能，不乱吗？我讲完这4个东西，请问大家对于今天的报告满不满意？其实一开始洪胜汉要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希望这个报告不要做出来叫做符合社会期待。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不是他干的，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厘清。但你现在扯出来的是，原来在发生那么大的事情的当下，一个前劳动部的部长叫做何佩珊，站在立法院里面告诉全国国人说，这个事情经过他们调查之后所得到的报告，居然是这么荒谬的事情，因为跟第二次完全不一样。刚刚讲到送礼，我上次曾经讲过。有政风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我因为不了解公务体系，所以呢，我不了解他们运作。对，我终于不了解，因为你的名字也在那上面。这就是公务机关，你知道吗？我不敢讲所有的公务机关都是这样，我也认识非常多非常认真的人。就像我讲说，当柯文哲他们去讲说，我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这个市长，我不用负实质责任的时候，有很多公务人员是生气的。但今天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结构，洪胜汉当然他做了他的努力，我必须讲，我相信他有他的困难之处你想要赶快了解事情，搞一个6日，结果被人家踢爆说，哇，连你也都乱搞，我相信他有他的困难。
但现在对于大家来说，今天当一个这么大的事件发生，一个劳动，而且当时的调查报告还是经由劳动部下去调查哦，还不是由你按照他们讲法是劳动部去调查的哦，你都能够出现这么荒谬的一个调查报告，那我问一句哦，我没有不相信你红山案调查的结果。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改变这一个机关结构里面的这种官官相护的情况 ？OK， 我觉得对民众来讲，这才是最可怕。刚刚提到就业安定基金啊，每年都被骂，它就是劳动部的小金库。劳动部怎么说？哦，没有啊，我们有成立管理委员会，你知道委员有多少人吗？29人呢。对。29个人的委员会到今天为止，你告诉我说，哦，没有，这个钱其实太好用了，我什么都能搞，什么都能弄。说帖去看看劳动部，劳动部还给人家公告说，哦，没有，我告诉你，我们这些符合法规，统统都经过预算编列来这一套。如果真的有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对不起哦，不是只有北分署出现系统性管理失能的问题，劳动部如果从这些事件来看的话，你才是系统性的管理失能嘞。OK， 来明凤。就是啊，我觉得报告里面对于这个无缘的情况，它是描写的非常详细。然后对无缘对于这份工作，因为你是本来要3000多亿的，你把它压3000多万的东西，你把它压到1000多万，然后最后压750。对，然后压到750，然后问题是，那你3000多万的东西跟750东西能比吗？然后你又开始怪他说这个不符合规格，那你叫这个人要怎么做？那问题是说，它里面也有提到说，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个人只有他是正式的公务员，那其他好像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是正式非约聘的，所以呢，只能操作这个案子的就只有他。我真的很惊吓。然后呢，这个他还在报告里面讲说，这个人显露他对于这个事情什么了无生意啊，显露他自己对于生命这个事情的东西已经人尽皆知的地步了。然后就做事让他发生。对，这个是报告我里面，就是说他多次跟同事提到说，我就干脆死就好了，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样子弄下去？这个案子已经搞了2-3个礼拜吧，还是怎样？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整个署里面，除了北分署署长之外，没有他跟这个所谓的这位无缘中间，没有在一个中层的这个长官在处理这事吗？没有办法把这个案子分给别人在处理吗？为什么都是这个人在承担？这是整个案子里面，这个报告里面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大家都是我就看你等着看你，即使你说你要死了，大家也不帮忙的时候，那请问这个报告出来有什么用？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死后这个运送这个的过程呢，我觉得我相信我也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信服了，因为他说的确他就是证明他有盖白布，只是盖的小白布，不是大白布嘛。小白布就是从额头这边盖到眼睛，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写啊，那个布真的是有够小的。然后还有这个所谓氧气罩，还一方面帮他打气这样子。那问题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说，当时争议的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明显没有办法急救？那他的意思是说，他有办法，这个消防员认为是还有可以急救的可能性，但是问题是你没有详述的说他是几点被发现的，然后呢，这个整个东西到底到消防队员来的时候指示是如何处理的？那这个东西，你如果消防队员可以说我还可以急救，那就是说你的这个死的时间是不是那么久哦？可是跟过去我们理解又不是很一样哦。然后他现在又解释那个电梯什么很窄，其实他大部分我们当时在质疑的那几点，他只有证明一点，他有盖白布，白布是小白布而已。那真的就是说，你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是只是要通知家属，为什么没有通知家属？然后为什么是通知消防队？那为什么是认定他还有急救的可能性？这些疑点其实都还没有讲清楚啊。那当然就是说现在就是谢荣大概是会被关个10年或怎样，因为他是发包过程里面他是涉贪的这个过程。但是问题是这样子能够改变
改变这整个北分署的一个工作的情况，我是觉得很悲观，因为我看了那个报告，我觉得我很。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很凄凉。因为这样一个同事，他已经告诉大家，他已经想死了，因为这份东西做不出来，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还是长官或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同仁都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一个资源，然后导致他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改变的话，这个事情有什么用呢？因为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谢宜荣常常自称，署长就是劳发署长是他师父，他跟署长很好，每天都跟署长讨论事情，然后他也常常说他跟部长常常通电话，他就搬出署长跟部长了。所以，如果有员工真的见义勇为，觉得说无言有点过分，他想要去申诉，我问你要找谁申诉？找部长申诉吗？谢宜荣说，我常常跟部长通电话。不是很一样哦。然后他现在又解释那个电梯什么很窄，其实他。大部分我们当时在质疑的那几点，它只有证明一点，它有盖白布，白布是小白布而已。那真的就是说，你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是只是要通知家属，为什么没有通知家属？然后为什么是通知消防队？那为什么是认定他还有急救的可能性？这些疑点其实都还没有讲清楚啊。那当然就是说现在就是谢宜荣大概是会被关个10年或怎样，因为他是发包过程里面他是涉贪的这个过程。但是问题是这样子能够改变这整个北分署的一个工作的情况，我是觉得很悲观，因为我看了那个报告，我觉得我很。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很凄凉。因为这样一个同事，他已经告诉大家，他已经想死了，因为这份东西做不出来，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还是长官或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同仁都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一个资源，然后导致他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改变的话，这个事情有什么用呢？因为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谢宜荣常常自称，署长就是劳发署长是他师父，他跟署长很好，每天都跟署长讨论事情，然后他也常常说他跟部长常常通电话，他就搬出署长跟部长了。所以，如果有员工真的见义勇为，觉得说无言有点过分，他想要去申诉，我问你要找谁申诉？找部长申诉吗？谢宜荣说，我常常跟部长通电话，署长跟我每天见面。可是这明明我们当时就讲了，有200多封已经寄到部里头的这个所谓的申诉专案哦，那你为什么都没有处理啊？这不是这个问题啊。这里面还记得吗？前次长不是约谈了那个谢宜荣，结果约谈完没多久，他自己离就走了，这部分也没有讲啊，都没有处理。对，我就讲这份报告不是谢宜荣今天羁押进监以后事情解决，任俊刚刚讲的是，也不要用一个谢宜荣要把所有的事情，不要讲转移焦点吧，应该是说这件事情整体结构上的一些的问题应该要去解决，而不是单纯一个谢宜荣以谢公愤，然后把他收押进监。那不是单纯这样一些处理，问题真的都解决了吗？是真的是这样吗？说话不是吗？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其实从大家所有讲的这些内容其实都可以收集来，变成一个好好的检视整个劳动部的，不管是他在基金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刚好趁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好，所有人的声音我们觉得应该都要听，而且都要去认真的去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最后我先补充一个啦，我觉得这个报告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对于家属来讲确实对他们在诉讼上面是有一个帮助，就是说，因为已经确认，因为之前他们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吴姓的公务人员的死亡其实跟这个谢宜荣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报告确实就可以证明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司法上的攻防上，对于家属来讲，甚至呢，我们政府也会协助这个家属进行司法上的一个处理跟行政的救助。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一个帮助的。我是觉得说洪胜汉当然是有意改革，但是这个报告如果写成这样，因为他不会直接去写报告嘛。你要讲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是没改变？对嘛？所有的官除了换了一个洪胜汉，对，那下面写报告的人还是那一批人嘛？那你写报告的话，到底可不可以得到真相的问题？到底是这样吗 ？OK， 这是劳动部的事，还是其实很多部会都会有这样一些情形的？所有的官，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是吗？还是有很多的官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一路盘踞在这，上面有靠山，然后你们下面也可能还有个，真的还会有这样一些的情形吗？那一个公务员之死引爆出来的这些，包括这样报告出来，谢宜荣说他今天未来还会是怎么样？这样大家会在乎这一段。但是任俊，是你简单告诉我一下现在台湾的状况。老共这次不叫军演吗？但他是1996年，大家还记得96危机，将军那个时候在马祖，连遗书都写好了。他这是96年以来最大的海上军事行动。现在他不叫军演，那这是什么？现在看起来确实啊，哈，因为我讲哦，这个国防部在最近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些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的举动哈。我先说哦，因为他除了我们现在公布，就是说几架次的这个飞机有进入到我们周边的这个相关的地方之后，还包含到说呢，哇，已经布阵了70天哦，把这个什么90多艘的这个船舰哦，都部署在这个台湾的周边，而且你看它范围事实上已经拉到这个日韩的这个所谓的南部的这个地方哦。那当然，我刚刚讲说，对我们来说比较特别是以前哦，包含共军如果今天要发布演习的时候，我方最一贯的说法就是当前动态均在我方严密掌握之中。我每次去都是这样，然后记者还问说有没有新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国防部发言人还讲说你第一天来国防部哈，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讲这些。但这一次很特别，是因为中国大陆并没有发布演习，对，是我们先发布说。它有7个这个所谓的空域的部分列为管制区域，对，然后呢说我们研判很有可能会有发动这个所谓的演习，之后就开始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其实公布说哦，我今天有什么他要演习是一个层次，公布说有90多艘，事实上是连数量都拿出来，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当我今天说，我发现到你有90多艘，好，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你92艘的船舰进入到这，第一个关心这个新闻的绝对不是我们，一定是老共，我派多少艘啊？你怎么知道？我派了60艘，你就90几艘啊？你们那个胡说八道了。我派了100多艘，只被你发现90几艘，嘿嘿，我知道我该怎么破你的攻防了。对国防部来讲，他要公布这个数字，其实挑战很大。所以你看，甚至有这个国安人士他的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啊，为什么没有发布演习？其实搞不好老共只是因为习近平在这一段时间他整肃海军，那你整肃海军的这个状态之下呢，那你把苗华给抓了，会不会害下面的人人心浮动？所以干脆怎样发布类似演习的，把你们全部派到海上去，那你在海上随着海浪摇啊，也不要让你在陆地上军心动摇，所以有这个说法也都出来了。但我就讲哦，那个东西回来看，当今天军方实质告诉你数量，我想将军很清楚，我告诉你数量就是代表是我在明白的告诉你我的掌握能力到什么程度了。那接下来就回来看，所以看起来这个数字一直公布，就是一直告诉你讲我的掌握的数量有多大。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要正式去发布演习的这件事情来讲，对他来说，他就会有不一样的考量点。现在看起来的话，两岸之间呢，随着这一次，当然赖清德总统出访，那老共是不是做相对应要用这样一些方式来做某种一些的回应？但不管怎么讲，那国防部的一些动作确实值得大家来观察。那未来两岸之间到底会怎么样，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对国人来讲的话，刚刚前面所讲到的，包括劳动部的案子甚或金华城这个案子，会不会在下周真的侦结？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学民那边我们明天见，拜拜。